我成为武松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忠义堂招安那天直接杀了宋江，然后带着二龙山集团和朝廷硬刚到底。只因我看不惯宋江满口仁义道德，却为了一官半职献祭结拜兄弟的虚伪嘴脸，于是我直接穿越到梁山招安大会现场，并且还觉醒了万界怨念系统，只要激怒他人，就能获得怨念值。怨念值可以用来加点提升武技修为。此时宋江唱起了自己创作的招安多美好的小曲们，想要以此来探探大伙的想法。如果大家都不反对招安，他就准备过完年亲自前往京都，通过李师师将灵山108好汉献给宋徽宗，以此来换一个风妻印子青史留名。熟知水浒剧情的我深知，招安不过是一块为梁山好汉准备的坟场，自己也将在征讨方腊时失去一只手臂。于是我直拍而起，今天要招安，明天要招安，把兄弟们的心都冷了。当今皇帝老儿那个昏庸德行，又怎么配得上我等为他效忠？你们谁爱去谁去，我不去。说罢，我一双虎目扫过在场众人，偌大的大厅之中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静悄悄地看着我，像是不认识我一般。不远处，李逵听到有人敢跟宋江叫板，抄起酒坛就准备上前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。不料当他看清楚说话的人是我以后，一腔怒火瞬间化作了乌有，手中的酒坛子也脱手而出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，酒水洒了一地。就在此时，我的脑海中响起一道机械音：宿主言辞拒绝宋江招安要求，奖励大唐双龙世界天刀巴士。与此同时，吴用赶忙起身为李逵解围。铁牛喝醉了，大家继续喝啊！只见他指着李逵环顾四周，哈哈大笑，缓解此时的尴尬。而鲁智深端坐在椅子上，横眉立目，右手已经摸上了那柄62斤水墨禅杖。杨志双手抱在胸前，冷眼看着场中央不知所措的李逵，眼神不时地看向桌面上放着的宝刀。张青、孙二娘夫妇手已经摸向了腰间藏着的短刀。施恩站起身来，表情凝重地看着李逵。他自知动起手来不是李逵的对手，可是武松是他的恩人，为了他吃了不少的苦头。一旦李逵想要对我动手，他施恩就算是豁出去这条命不要，也要帮帮场子。另外一张桌子上，少华山的4位头领白花蛇杨春、跳涧虎陈达、神机军师朱武，还有九纹龙史进，也在密切关注着这边的情况。他们都是草莽出身，很多都跟官府有着解不开的仇恨。而自打宋江上山以后，几乎3天2头的将招安2个字挂在嘴边。今天难得我站出来挑头，他们也想趁着这个机会，看看宋江将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不远处头戴官巾的林冲黯然地低下了头，他原本还想着有朝一日梁山泊能够发兵攻破东京城，让他能够手刃了高俅那个奸贼，为他娘子报仇。可一旦招安的话，身为殿前都指挥使的高俅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，他又如何能够报到了仇？一时间不由得有种想要落泪的冲动。武松兄弟，此言差矣。宋江站起身来，脸上挂着标志性的假笑，摇摇晃晃地朝着我走了过来。看着这张虚伪的脸庞，我有一种看到大海的感觉，非常的想吐。武松兄弟啊！此时宋江已经走到了我的跟前，他踮起脚尖想要拍拍我的肩膀，结果却被我闪开，尴尬地愣在了原地。他原本以为他跟我是单独结拜的兄弟，刚才我不过是一时激愤才口出恶言，只要他亲自安抚一下，我自然会给他这个面子。却不料我连让他碰一下都不愿意，显然已经铁了心了。宋江心中不断盘算，我所在的二龙山集团乃是梁山之上的第2大势力。二龙山入伙的时候，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兵马钱粮，更重要的是，二龙山的3位当家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花和尚鲁智深、青面兽杨志、行者武松，战力都是1等1的强悍。一旦处理不好跟我的关系，导致二龙山集团跟他有所隔阂的话，那招安的筹码无疑是少了很多。想到这里，宋江继续摆出标志性的假笑。刚才是哥哥喝多了，让乐呵唱着玩玩的，招安这种大事儿，须待从长计议才行啊。说完，摇摇晃晃地朝着忠义堂牌匾下的椅子走去。不料我气势逼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宋寨主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招安这件事，不管是以前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我都一定不会参与。不仅我不会参与，我二龙山的弟兄也不会参与。说罢，我一双虎目，早是二龙山集团的一众头领。各位兄弟，我武松不想招安，不想给皇帝老儿卖命。你们呢？愿意跟我武松走的，咱们一起回二龙山。如果想留在梁山搏一个前程的话，我武松也绝对不勉强。说罢，一把抄起桌面上放着的雪花冰铁双刀，单手握着双刀，刀尖直指李逵。如果有哪位看我武松不顺眼的，大可以来赐教几招。我的这番表态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，而我话音刚落，金眼彪施恩就第一个站了出来。小弟愿意追随哥哥，哥哥去哪儿，小弟就去哪儿。说着将面前的酒碗狠狠摔碎，站在了我的身边。洒家也不想招什么鸟安，这大宋朝廷哪有一个好人？洒家不过为金翠莲出头，打死了个卖肉的正途，就落得个如此下场。让洒家再跟那群撮鸟天天朝夕相处，洒家不如回二龙山落得个清净。说着抓起桌上的水墨禅杖，站在了我的身旁。青面兽杨志看着我和鲁智深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他出身名门，乃是杨家将的后人，也曾经希望能够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拼出功名，不辱没了祖先的威名。可现实却给了他残酷的重击，丢失花石纲没了功名，卖刀错杀牛二成了钦犯。好不容易又求到了一个押运生辰纲的差事，却被晁盖吴用抢了，最终被迫落草为寇。本来他都已经认命了，宋江又3天2头提出招安，让他心里痒痒的。直到刚才，我和鲁智深一番话下来，将他心里的火焰完全浇灭了。朝廷腐败，皇帝昏庸，
哪还有出头的希望？而且在二龙山的时候，鲁智深和我待他不薄，亲如兄弟，他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背叛兄弟？咬了咬牙，杨志站起身来，跟我鲁智深站在了一起。这时宋江和吴用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惊骇的味道。这次借助除夕夜以唱小曲的形式试探众多头领的口风，是吴用出的主意。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让李逵当这个出头鸟发几句牢骚，然后宋江严厉批评，甚至重罚一顿，压制其他头领的反抗心思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杀鸡给猴看，让一众头领看到寨主的态度，乖乖配合招安大业。可他们也没想到，这鸡还没等出场呢，居然引动了一头猛虎。我的表态让两人有些尬住，他们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三山派阻挠招安，现在看来这事儿还是发生了。旋即宋江黑着脸朝着北方拱了拱手：武松兄弟，你可能对招安有所误会，当今圣上并非昏君，实在是被奸臣蒙蔽，才将我梁山当作反贼的。只要我们不放弃向天子表明我们的替天行道的想法，天子清楚我梁山众位兄弟的苦心以后，自然会降诏招安，给我等一个忠君报国的机会的。宋寨主，不知道你是打算怎么上达天听啊？到皇帝老儿经常光顾的酒楼蹲点守候吗？想要报效国家，还需要先通过一个武姬去跟皇帝老儿说上话。古往今来，你可能是独一份了。就这，你还相信你所谓的招安有未来？话音刚落，所有人都彻底的震撼了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一向沉默寡言的武松，此时言辞居然如此的犀利。宋江和吴用也觉得通过李师师向宋徽宗表忠心有些离谱，但是他们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当今天子不喜欢朝政，只喜欢风月，所以才将主意打到了李师师的头上。宿主反对招安，引发宋江、吴用、董平、张青等45人怨念，获得怨念值45点。听到系统的声音，我心中不由大喜，继续开始了输出，随手将手中的戒刀扔到一旁的一张桌子上，然后踏前一步，单手撩起了发箍下方的头发，露出脖子上的那枚黑色金印。宋寨主，这个东西你认识吧？梁山坡大大小小的头领，有多少是朝廷的亲犯？有多少人手里有官员的人命，或者做下过大案？咱们这样的人，就算是招安了，朝廷又能信得过咱们吗？你真的相信他们会一笔勾销吗？他们会不会找个机会把咱们这些草寇都推到必死的局面当中？随着我话音落下，不少人开始认真的盘算起来，他们犯下的罪状足够砍7、8次脑袋了。说罢，我转头看向低头不语的林冲。林教头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那高唐州知府高廉的脑袋是你剁下来的吧？他可是高俅的亲侄子，之前高俅为了义子，能够诬陷你持刀闯白虎节堂，将来招安了，他再次成了你的顶头上司，你准备如何跟他相处呢？听着这嘲讽意味极其浓重的话语，林冲直接一拍桌子，当场暴起：“武松，你 TM 的说什么呢？”只见从身后拔出一柄短刀，愤怒地指着我。林娘子的事情是他的逆鳞，他不希望任何人提起。鲁智深也有些幽怨地看着我，他跟我是兄弟，跟林冲也是，实在是不愿意看着二人起冲突。怎么说的不对吗？我从桌面上拿起2把雪花冰铁戒刀，像是没有看到林冲杀人一般的眼神一样，自顾自地继续开口：“我不过是阐述事实罢了。现在朝廷皇帝老儿昏庸，朝廷政权被4大奸臣把持，是人所共知的事情。高俅童贯还曾经带兵来攻打过梁山，你们觉得他们会怎么想？你们难不成觉得他们会认为咱们梁山有实力，只要招安为他们所用，就会善待咱们？错，大错特错！他们会将咱们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只要有机会，就会想办法置咱们于死地。所谓招安，不过是一个精心谋划的骗局罢了。只要咱们答应了招安，用不了多久，皇帝老儿就会命令咱们打这个打那个，直到咱们的人马打光了为止。接着就是跟各位算总账的时候，没有了兵马和梁山天险，各位跟拔了牙的老虎有什么区别？说完，我锐利的眼神扫视整个忠义堂，这里的100多人，大部分都是打家劫舍、拦路捡尽之辈，没有几个能够称之为英雄。算下来的话，身边的鲁智深旁边桌的史进算是难得的好汉了，林冲勉强算半个。穿越之前，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，那就是梁山100单八将，大部分都有取死之道。王英、董平、李逵、吴用、宋江等，都是彻彻底底的人渣，死一次都算是便宜他们了的那种。此时同处于一个屋檐下，我也想过将这些人都结果了，真正的替天行道一波。但是，一来容易误伤无辜，徒增不必要的伤亡；二来我还想最后争取一下，毕竟我刚刚穿越过来，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势力。既然宋王朝昏溃，外不能抵御外敌，内不能济世安民，那留着这个朝廷还有什么用？不如推翻了他，换个人来做，实现真正的天下太平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光靠二龙山原来的根底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我准备动之以理，晓之以情，说服一些不愿意参与招安的头领跟着自己，做一些对国家百姓有利的事情。这时林冲手中的短刀当即落在了地上，一阵极力克制的呜咽声在忠义堂内响起。林冲本来有令人羡慕的官职，美满的婚姻，贤惠的妻子，却因为妻子高衙内看上家破人亡，自己沦为贼寇。鲁智深站起身来，走到林冲身旁，蒲扇大的手掌轻轻拍打林冲的后背：“师兄，二郎不会说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不过他说的
的也对，高俅老儿不会放过你，更不会放过我。毕竟我把他干儿子给鲁智深离开大相国寺的时候，曾经交代几个泼皮把高衙内做掉给林冲出气，却不料几个泼皮设计将高衙内阉了，还给扔到了太尉府门口。鲁智深可不认为这样的仇怨是一去招安就能够消灭了，就算是将来同朝为官，高俅等人也完全可以利用职权找回这个场子，所以他也一直不赞成招安。其实今天在我拍桌子之前，鲁智深已经对宋江很不满了，正琢磨着该如何处理，却被我抢了先。师弟，二郎兄弟说的对啊，我跟高俅仇深似海，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。说完，林冲站直了身体，脊梁骨仿佛都硬了不少，朝着我拱了拱手。二郎兄弟，刚才一时冒犯，对不起了。既然二郎兄弟要离开梁山，不介意的话，林某愿意同行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林冲话音刚落，元老派的几个头领，包括杜迁、宋万、朱贵几人，赶忙来到了林冲身旁。他们是晁盖甚至是王伦的旧部，自身本事还不济事，如果没有庇护，早晚被宋江和吴用拉去垫背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跟着林冲走，还能有个照应。忠义堂牌匾下，宋江和吴用对视一眼，眼神中闪过一抹浓重的杀机。而另外一张桌子上，阮小七见杜迁、宋万等人跟着林冲走了，当即准备站起来，却被一旁的阮小五拉住。五哥，二郎兄弟说的有道理啊，咱们跟着朝天王抢了蔡京老儿的生辰纲，他能放过咱们吗？阮小五没有吭声，一旁脸色蜡黄的阮小二小声骂道：小七，你懂个屁啊！宋公明是个记仇的人，江州劫法场的事情你们忘了吗？刚刚脱困就要杀黄文炳报仇，眼下他隐忍不发，定然是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有吴用军师帮他肯定早就胸有成竹了。就在气氛紧张之际，身材魁梧的卢俊义突然站起身来：武松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公明哥哥建议招安，也是为了大家伙考虑，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好的归宿。你就算不愿意自己离开就是了，何必牵扯这么多人呢？而在他身后，燕青的手已经摸到了腰间的弩箭之上，只要卢俊义一声令下，他才不管对面是谁，定然一箭射死。卢俊义的话让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稍微有些缓和，原本很多心思活泛，想要跟着我等人离开的梁山坡头领，悄悄地将屁股重新坐回了椅子上。看着逐渐缓和的气氛，宋江和吴用也长长的出了口气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大名府的卢员外。这时我持刀在手，眼神冰冷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卢员外本来在北京大名府待得好好的，是吴用这个奸人设计毁了卢员外的好日子，怎么现在仇人成了亲人了？想为虎作伥，这番话可以说是嘲讽味拉满了。整个梁山都知道卢俊义是为了对付史文恭，由吴用设计诓骗上梁山的。不仅如此，还差点丢了命。很多人看向卢俊义的眼神也变得有些鄙夷，跟仇人把酒言欢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这不纯纯的傻子吗？此话一出，卢俊义彻底的怒了。武松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还提他作甚？卢某既然上了梁山，贬为梁山的2号人物，自然要为了梁山和众位兄弟的利益考虑。你在此妖言惑众，真当卢某不能杀了你吗？就在此时，燕青身影如电，直接冲到了忠义堂墙边，从兵器架上拿下了一柄长枪，交到了卢俊义的手上。长枪到手，卢俊义的气势顿时就变了，他抬起枪头，遥遥地指向我：来啊，与我一战，乐意奉陪。闻言，我右臂单臂一甩，雪花冰双刀刀鞘飞出，其中一把交刀左手摆出战斗的姿态，同时我身后的杨志也宝刀出鞘，张青、孙二娘从腰间拔出短刀，施恩等人也都纷纷拔刀在手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鲁智深单手抓起水墨禅杖，一双虎目瞪得溜圆不善地看着卢俊义。住手！眼见卢俊义和二龙山集团马上就要火拼，宋江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，来到了我和卢俊义中间。卢员外、武松兄弟都是自家兄弟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今天都是宋江的错，招安的事情容后再议，容后再议。今天宋江喝多了，不胜酒力，先行告退了。兄弟要是愿意继续喝酒，就继续喝。武松兄弟，咱们兄弟一场，哥哥还是希望你能够留下，跟众兄弟一起干一番大事业。你先回去好好想想吧。说完，宋江摇摇晃晃的朝着忠义堂的大门走去。华容见状，赶忙上前扶住了宋江，然后冲着李逵喊了一嗓子：铁牛，哥哥喝醉了，你来背哥哥回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宋江走了以后，忠义堂内气氛瞬间缓和了不少。卢俊义将手中长枪丢出，径直扎在了忠义堂的大门上。各位兄弟，回去收拾行李，咱们立即出发。我一挥手，示意身后众人回住处收拾行李。说完以后，我直接大踏步离开。而此时梁山宋江住处，吴用、李逵、花荣等宋江一派的核心成员正坐在一起商量对策。军师，武松今天怎么这么激动，连我都敢反对？首座的宋江双目清明，哪像是喝多了的样子。吴用朝着宋江拱了拱手，我估计武松因为兄长武大郎的死，以及被张都监诬陷，对朝廷极为不信任。不过就算是有二龙山的人马支持他也不敢离开梁山的。宋江点了点头，吴用说的有道理，梁山100单8将，几乎个个有人命官司，是朝廷通缉的要犯。二龙山虽然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但是毕竟就是一座孤山，缺乏战略纵深，跟800里水泊梁山完全没法比。这也是为什么呼延灼攻打二龙山，将二龙山集团逼得投靠了梁山的重要原因。宋江觉得我可能就是逞一时之快，等想明白了以后，自然会乖乖留在梁山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其他人还哪敢有反对招安的心思？想到这，宋江不由得喜上眉梢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喽啰突然冲进房间，大喊着不好了，如此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宋江怒斥这个小喽啰，小喽啰不等站
站稳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大喊道：“启禀宋寨主，武松带着二龙山众多人马和林教头等人下山去了。”听到这话，宋江和吴用彻底的傻眼了。这武松还真敢离开梁山，谁给他的胆子？军师如何是好？宋江有些惊慌的看着吴用，说话都有些不利索。他就是个小吏出身，仗着小恩小惠打出来的名声，当了梁山的寨主，真遇到大事儿，心里其实慌的一批。吴用也有些懵啊，他一向自负志气过人，算计人心，在他的想法中，就算是强如武松、鲁智深等人，贸然离开梁山也是死路一条啊。可这些人居然真的走了，这可怎么办是好？二位哥哥莫慌，带俺铁牛前去，一斧子一个都给劈了，给二位哥哥出气。说罢，李逵从腰间拔出板斧，虚空挥舞了2下，但是2只脚却像是生了根一般纹丝不动。宋江如遭雷击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命令梁山五虎将八彪旗，还有能征善战的马步军统领，全部在教场集合追击叛徒武松。随后黑着脸朝着教场方向走去。此时除了被我带走的人，大部分头领都聚集在了教军场上。宋江站上点将台，嘶声高呼：“梁山的众位兄弟，我宋江主张招安，并非为了一己之私，实在是为了给各位谋个好出路。可恨那武松不识抬举，居然抗拒招安。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一时义愤，早晚会想明白我的苦心。可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就在刚才小校来报，说是这武松带着10多位头领以及数千兵马离开梁山了。他们离开是小，一旦以后打家劫舍，害人性命，剁了我梁山威名是大。我宋江作为梁山之主，恳请各位将武松等人抓回来。”听后发落，宋江话音刚落，一旁的花荣当即振臂高呼：“将武松等人抓回来，请宋江哥哥发落。”花荣话音落下，教军场内喊杀声此起彼伏。杀！不讲义气的人不配活着！弟兄们跟我去，宰了武松这个叛徒！见群情激愤，宋江心中暗暗高兴。武松这次发难实在是太突然了，以至于他都没有做好准备。事到如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抓回来，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，然后再去东京城跟苏太尉等人解释一下，争取不影响招安。很快，秦明、关胜、呼延灼等头领将麾下兵马集结完毕，朝着我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。梁山通往二龙山的大道上，我和鲁智深、杨志、林冲骑马并肩而行。武松兄弟，这次我们可是把身家性命交在你的手里了。林冲回头看了一眼梁山的方向，眼神中充满了不舍。风雪山神庙以后，他就来到了梁山，经历了王伦、晁盖、宋江3位寨主，原以为这辈子就在梁山终老了，却想不到居然还有离开的一天。师兄说那么多干嘛？鲁智深显得很豁达，既然已经离开了，那就不要再想了。二郎说的对，以你我跟高俅那狗贼的仇怨，就算是招安了，也不会有好下场，不如回二龙山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杀富济贫，落得个逍遥快活。杨志的脸色有些阴沉，他原本还指望跟着宋江招安，在战场上拼个功名，告慰祖先的在天之灵，可是被我这么一闹腾，这条路显然行不通了。二龙山太小，虽然易守难攻，一旦朝廷派大军压境，我等又当如何退敌？这一次可没有梁山兵马帮咱们了。要我说，咱们不如现在回去。公明哥的深明大义，想必不会太过于为难咱们才是。哪怕招安，在战场上战死，也胜过在二龙山被当作反贼剿灭的好吧？我坐在马上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，本来不准备插话，可听到杨志这明显是埋怨的话语，当即冷笑了起来。你们是不是以为咱们已经安全了？宋江是个小人，吴用是个艰险之辈，我敢打赌，咱们去往二龙山的路途不会太平，说不定宋江和吴用这个时候已经点齐兵马过来抓捕咱们了。说着还回头看了一眼二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宋江哥哥大仁大义，江湖上受过他恩惠之人不知凡几，他既然放我等离开，断然没有派兵追捕的道理。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先是公然反对招安，然后又背后恶意揣测公明哥哥的心思，枉费公明哥哥还拿你当兄弟。杨志不满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并不反驳，只是勒住了马缰绳停了下来。这里地形不错，适合跟故友见面，就在这儿等着吧。我估计用不了多久，梁山的追兵就该来了。话音刚落，就见远处烟尘滚滚，不知道多少人马呼啸而来。逆贼休走，秦明来也！一道粗犷的嗓音传来。秦明身后是数百名身披盔甲、手拿长枪的梁山士兵，约莫不下几百人之多。看着冲来的秦明，杨志的脸色非常不好看。他没有想到梁山真的派了兵马前来围剿他们，不过他心中还是有些侥幸。秦明外号霹雳火，一向性子急躁，这次追杀他们应该是秦明自己的主意，跟宋江哥哥无关。我抽刀在手，冷眼看着秦明。秦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梁山的大部队呢？是不是你跑得太急，把他们甩在后边了？杨志拍马上前，二郎别胡说八道，这应该就是秦明自己的主意。你看他带的也是本部兵马，宋江哥哥仁义，不可能前脚放咱们走，后脚就派兵追杀于我等的。林冲和鲁智深闻言点了点头，在他们心目中，宋江还是一个非常仁厚的寨主。他们之所以离开梁山，主要是不想参与招安，在战场上拼死拼活，然后去给宋徽宗和朝廷的那些奸臣当狗。对于宋江其实并没有多少恨意，于是也跟着杨志劝说起来。二郎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对宋江哥哥怨气这么大？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曾经是咱们的结拜弟兄，虽然咱们不赞同招安，不想给朝廷那群奸臣当狗使唤，但是也不至于连宋江哥哥都恨上了。洒家也觉得一码归一码，不想招安也就罢了，没必要闹得那么僵。我闻言无奈苦笑。宋江仁义，原剧情中武松征方腊断了一臂，心灰意冷要留在六合寺出家。作为梁山寨主的宋江只说了4个字：任凭于你。这4个字看着轻飘飘，却重于千斤。宋江为什么这么说？无非是我断了一臂，已经成了废人，对他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可言了。也正是那一次，我彻底的看清了宋江的真面目，终其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六合寺，反倒是落了个善终。而梁山其他头领，要么在征方腊的时候死了个七七八八，要么回到朝廷被4大奸臣联手害死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。甚至包括极力主张招安的宋江，也被蔡京和高俅用毒酒害死。最可笑的是，死前宋江还惦记他的名声，不远千里将李逵招来，给李逵喝下了毒酒，将忠
心耿耿的李逵毒死。可以说，在宋江心目中，没有什么比招安和他的名声更加重要。包括跟他朝夕相处的107个结义弟兄。秦明性子急，肯定是脱离大部队自己来的。宋江肯定带着人在后边紧追不舍。不信你们就看着吧。我轻飘飘的扔下一句，旋即抽刀在手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二郎，你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宋江哥哥怎么可能跟过来追杀咱们？杨志有些不满的看着我，已经有些后悔一时冲动，跟着我离开梁山了。鲁智深、林冲以及其余的头领们也都纷纷摇头不相信我说的。不料秦明的一句话，彻底粉碎了他们所有的幻想。宋江哥哥和军师哥哥已经点齐兵马，剿灭你等梁山的叛徒。稍后便道，我劝你们还是乖乖下马受缚，跟我回山寨。宋江哥哥仁义，只要你们不反对他，他一定会给你们留条活路的。秦明抄起手中的狼牙棒，语气中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。他原本乃是指挥司总管，一向忠诚勇敢，最是看不起背叛之人，而现在他早已经将我等人看作了梁山的叛徒，说话之间充满了优越感。宋江仁义，他要是仁义的话，这天底下恐怕也没几个不仁不义之人了。这黑厮不过是郓城县一个小吏罢了，靠着小恩小惠坐上了梁山的头把交椅。而他上山之后，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想招安，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去给朝廷那帮奸臣当狗，指望用弟兄们的鲜血和生命为他自己博一个官职。秦明，你也是被宋江坑上梁山的，怎么倒转过来帮宋江说话了？秦明听后瞬间暴怒，本来想着挥舞狼牙棒，一棒将我的脑壳打碎，好替宋江哥哥出口恶气。可是再一看我身边的鲁智深、杨志、林冲，秦明的怒气瞬间消散了不少。这几个人就算是以一敌一，他都不见得有100%的把握，更不用说这么多人一起了。为今之计，还是等宋江的大部队到了再说。就这样，战场形势居然出现了短暂的缓和。秦明在等宋江援兵到来，我居然也在等宋江的援军到来。过不多时，大道之上烟尘再起，神俊的赵夜玉狮子马上，身材矮小的宋江双手抓住缰绳不断狂奔，在他身旁是梁山大大小小数十位头领，身后是黑压压的军队，看人数恐怕不下万人之多。武松兄弟、鲁提辖、林教头，别来无恙啊！马背上宋江朝着我等人拱了拱手。武松兄弟，为兄不是让你回去考虑考虑再做决定吗？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当哥哥的很是寒心啊！兄弟一场，就算要走，也该让我这个当哥哥的送你们一程吧。就像当年在柴大官人庄上，为兄送你一般。来人，给几位兄弟上酒，咱们痛饮一番，各奔东西。宋江说着挥了挥手，立即有喽啰抬着酒坛子到两军阵前。就在此时，我的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：宿主，您的第2个系统任务已经发布，宋江带领上万人马追杀宿主，请宿主带领二龙山弟兄击败宋江，平安返回二龙山。任务奖励：大雪龙旗3000。大雪龙旗乃是雪中世界中北凉王麾下王牌重甲骑兵，纵横千里无人能敌。我听后大喜过望。大雪龙旗的威名我当然听过，就算没有系统奖励，也正好想跟宋江这个伪君子好好大战一场。少说废话，要战就战吧！说罢我抽出双刀，一手一把遥遥指向宋江。带这么多兵马送行的，亘古以来从没听过，不就是想要我等性命吗？那就过来拿吧！冥顽不灵。本来宋江还试图好言相劝，将我这些人劝回梁山再做打算。毕竟不管是武松、鲁智深，还是林冲、杨志，都是梁山最顶级的战力。即便是现在的梁山，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损失。将来招安的时候，这些人可是有大用的。可现如今，我的态度非常明显了，就是要跟他死磕到底。这直接触及了宋江的逆鳞，他也不准备再装下去了。只见他右手一抬，一面红色的令旗出现在了他的手中。既然你等如此冥顽不灵，抗拒招安，那哥哥我今天就清理门户，省得将来你们打家劫舍，为祸一方，坏了我梁山忠义的名声。说着，令旗一招开始点将，梁山众将听令。随着宋江一声呼喊，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：末将在！宋江令旗一招大喊道：梁山五虎将何在？大刀关胜在，双鞭呼延灼在，霹雳火秦明在，双枪将董平在，五虎将钟林冲跟着我离开了，所以只剩下了4、5。宋江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霹雳火秦明打头阵，双鞭呼延灼打2阵，大刀关胜打3阵，我殿后。说罢调转马头退向后方。得到宋江命令，秦明急不可耐的一勒马缰绳，挥舞狼牙棒朝着我等人冲杀而来。后方的宋江见状，不由得大喜过望，好一个秦明，真不愧为梁山的霹雳火。称赞声中，秦明已经冲出了数十丈，距离我也不过几丈之远了。秦明心里清楚，我和鲁智深擅长的都是步战，马上功夫一般，而此时我还端坐在马上，显然是个好机会。他准备趁着这个机会一举将我拿下，也为将来招安争一个头功。逆贼，受死！秦明一声大喝，手中的狼牙棒带着风声，呼啸着朝着我的头上劈下。秦明的狼牙棒重达50多斤，一旦被打中，别说是我没有披甲了，就算是披了盔甲也顶不住这一击。然而面对秦明这势大力沉的一击，我显得非常轻松，手中雪花冰铁双刀闪着寒光，一刀劈向了狼牙棒的握把。这一刀我用上了天刀8式的刀法，刀锋上笼罩了一层淡淡的亮银色刀芒。秦明手中的狼牙棒应声断裂，棒头掉在了地上。秦明显然也没想到我居然能够一刀砍断他的狼牙棒，整个人呆在了原地。宋江看到我一刀砍断了秦明的狼牙棒，也是着急起来，嘶哑着嗓子高喊：快去救秦明！听到宋江的命令，梁山五虎将中其余3个以及8标旗当中的几个纷纷纵马朝着我冲杀了过来。此时我已经纵马直取秦明，一把扯住了秦明手中的半截棒杆，将秦明拉下马摔在地上。而后我迅速翻身下马，雪花冰铁双刀架在了秦明的脖子上。同时我身后几个喽啰赶忙从阵营里冲出，拿出随身携带的马绳，将秦明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关胜、呼延灼和董平见秦明被擒，赶忙勒住了马匹，暗暗吃惊。秦明身为梁山五虎将之一，战力可以说是梁山顶尖，面对一流高手，就算是
是不敌，也能支撑几十个回合。可今天居然一个照面就被我砍断了兵器，第二个回合就被生擒了。他们这些人武力上跟秦明并没有本质性的差距，真正面对我的时候，会不会也2个照面被我生擒了？武松一向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。秦虽然是被擒了，实际上跟被杀也差不了多少。宋江看着秦明被擒获，气得直拍大腿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居然强悍到了这个地步，居然能够一个回合轻松击败梁山5虎将之一的秦明，怪不得有胆量跟他叫板。而我身后，包括林冲、鲁智深、杨志在内的众多头领，也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秦明作为梁山5虎将之一，武艺之精湛自然不用多说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稳赢的秦明。可如今居然被我一个回合给击败了，武松的武艺得有多强？这简直有些超出他们的认知了。他们以往也知道我的武艺高超，但是这也太强了吧。另外一边，宋江看着被拖到阵营当中的秦明，咬了咬牙。秦明是梁山的重要战力，也是招安的忠实拥护者，如果秦明折了的话，就太可惜了。所以他决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一定要将秦明救回来。想到这里，宋江再次挥舞令旗，关胜、呼延灼、董廷冲阵救回秦明。关胜3人闻言，虽然有些忌惮我的强悍，但军令南魏还是咬了咬牙。3人成品自行，朝着我冲杀而去。看着冲杀过来的3人，我嘴角上扬，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。武松识相的将秦将军放了，公明哥哥仁义，定然不会追究你的罪责。距离我还有10丈左右的时候，董廷左右手各执着一柄短枪，指着我放声喊不到。他也非常忌惮我的武艺，想着能不打是最好的。关胜左手拿着青龙偃月大刀，右手抚摸着他那长达1尺多的胡须，勒马停在董廷左侧，呼延灼手持双鞭在右侧，3人形成犄角之势。这个站位进可攻退可守，一旦我突然暴起发难，他们还可以迅速对我形成合围。我就算再强大，又不是吕奉先，还能赢了他们3人不成？不远处，梅雨见张青悄悄纵马向前，行进间，右手已经摸向了胸前的牛皮袋子，里边装着数十颗打磨得极为光滑的鹅卵石，这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。他准备一旦我跟董廷等人交手，立即使用飞石，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，给我狠狠地来上一下。当初卢俊义率军攻打东昌府的时候，他就是靠着这飞石本领，日不一夜，连打梁山战将15员，连秦明、鲁智深这样的高手都着了道。我现在要对战董廷3人中的至少一个，又怎么可能避开他的飞石？宋江抹撒着胡须，看着悄悄逼近的张青，眉眼间浮现出笑意。张青飞石的本领天下无双，也只有小李广花荣的神剑能够与之媲美1、2。不过花荣神剑虽然距离更远，威力更强，但是耗时过长，突然性不及张青的飞石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宋江还是转头看向了身旁的花荣，吩咐道：花荣贤弟，一会儿争斗起来，你配合张青兄弟放暗箭，争取射杀武松。对我这种梁山的叛徒，根本用不着心慈手软。宋江也知道此次二龙山集团公然跟他对着干，甚至准备离开梁山另立门户，他这位曾经的结拜兄弟武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所以一出手就是杀招，根本不留余地。就在此时，对面的我也说话了：董廷，要打就打，不打就滚蛋，废什么话？是不是忌惮我身后的鲁智深、杨志？不用担心，今天就我一个单挑你们3个，你们3个一起上吧。我冷冷说完，一提马缰绳，居然率先冲着董廷3人发起了冲锋。这一举动彻底的将梁山这边所有人，包括我身后的二龙山集团众人震惊了。以1敌3，挑战的还是梁山马军5虎将中的3位。不仅如此，在这3人身后，可是有着梁山最擅长远程攻击的张青和花荣。一旦战斗的时候，这2人突施冷箭，我的局面会变得非常被动，这简直跟找死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宋江听后眉开眼笑，看向身旁的吴用军师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武松这么喜欢找死呢？我梁山5虎将天下无敌，这次我一次性派出了3位，要斩杀这逆贼，犹如探囊取物。何况还有张青兄弟和花荣兄弟从旁策应，看来这武松今日必死了。听到宋江的话，吴用点了点头。一直以来，他都不是很喜欢我，天天冷这张脸，跟谁欠了他多少钱似的，不就是死了个兄长吗？李逵的娘还死了呢，不也乖乖的给宋江哥哥当心腹？我居然敢反叛宋江，破坏他们策划已久的招安大计，这极大的触动了吴用的逆鳞。这一次梁山出动了数十名头领，上万的兵马，还拿不下一个我吗？吴用已经想好了，这一次我必须死，杀了我以后，二龙山集团立刻就会变成一团散沙，到时候他再跟宋江给这些人说上一些好话，给点蝇头小利安抚一下，这些人就会成为招安路上最锋利的刀。只要能够立下功劳，博取功名，谁管这些人的死活？二龙山这边，鲁智深站在林冲身旁，双手紧紧的捏着水墨禅杖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战场方向。师兄，二郎这次可真是有些拖大了。刚才他生擒秦明，身手的确是了得不错，可这3个将领都比秦明要强啊，他一个对3个，可以说是毫无胜算。他怎么这么莽撞呢？一会儿他要是有闪失，洒家是不将跑得慢，还请师兄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对二郎施以援手。鲁智深生怕我有闪失，对着林冲央求道：虽然从关系上来说，鲁智深和杨志我一起在二龙山落草多年，算得上朝夕相处，但是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他更愿意相信跟朝廷有生死大仇的林冲。哈哈哈哈！武松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等以多欺少了。马背上董平大笑着，身后2只小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一边是英勇双枪将，另外一边是风流万户侯。董平这人忘恩负义，又自视甚高，自认是万户侯的料子，弄了这么2面小旗背在身后，打仗的时候极为扎眼。武松，你我往日同在梁山，也算是兄弟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阻挠招安大计，今日关某也顾不得道义了，定要将你这逆贼拿下。关胜单手握着青龙偃月刀，左手拉住缰绳，狠狠一甩，战马得到信号，朝着我飞奔而来。董平和呼延灼赶忙跟上，后方花荣早已经持弓在手，弯弓搭箭，箭头直指我咽喉。张青也做好了准备，只等4人交手。
立刻用飞石打击我。我见状怡然不惧，双腿夹紧马腹，手中雪花冰铁双刀挥舞，朝着董平的方向冲去。穿越之后，我简单的回忆了一下，有哪些人是必须送他们去死的，其中董平的名字赫然在列。这厮身为东平府的兵马都监，在面对梁山大军的时候，不考虑守土卫国，反倒是献城投降，还亲手杀死了一手提拔他的太守全家，抢了太守的女儿为妻。这种行径跟畜生何异？所以这董平我必须杀！看刀！就在此时，关胜第一个冲了过来，手中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携带着风声，朝着我狠狠地劈下。关胜据说是关羽的后人，样貌跟关羽极为相似，手中的武器也是青龙偃月刀。这门兵器走的是一力降实惠的路线，刀身极为沉重，威力惊人，缺点就是有失灵活。关羽征战的时候总中箭，也是因为这一点。另外就是武器太过于沉重，对使用者的体力耗费极大，所以关羽打仗的时候，要么速胜，要么就很难拿下对面。关胜也差不多，所以他想着先声夺人，先拔头筹。当我将雪花冰铁双刀合在一起，硬接下了关胜的这一击。就算没有系统加持，我的力量在梁山中也是翘楚，仅次于能够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。关胜的大刀碰到我的双刀，再难寸进。而就在此时，董平的双枪和呼延灼的双鞭也到，董平双枪分别指向了我2处要害，狠狠扎来。董平能够跻身梁山五虎将，自然有2把刷子，双枪选择的角度不仅十分刁钻，力道也很大。我如果不及时撤刀回防的话，势必会被扎出2个透明窟窿。而一旦他撤刀回防，关胜的大刀足以将他劈成2半。呼延灼的双鞭是大力沉，砸向我的头部，要是一旦砸实了，我的脑袋当时就得开花。此局彻底的死局。后方宋江看到五虎将中的3位取得了如此的优势，一张黑脸笑开了花，果然不愧是梁山五虎将，出手就有，将这个逆贼斩杀，看谁还敢阻挠招安大计。鲁智深眼见我遇险，也顾不得许多，挥舞着62斤重的水墨禅杖，朝着战圈冲去。在他身旁，林冲略微沉吟，也纵马向着战圈冲去。他的武艺比起关胜要略逊一筹，对上关胜很难取胜。不过要是我死了的话，他不仅要再次背上不忠不义的骂名，也少了一个容身的所在。张青和孙二娘夫妇看着我遇险，脸上挂满了担忧。施恩捂住了眼睛，不敢继续看下去。就在此时，异变陡生，马背上的我突然双腿用力，整个人直接腾空而起，一个翻滚稳稳落地，双刀迅疾如风，瞬间劈断了关胜坐骑的双腿。战马吃痛一个发狂，将关胜颠下了马，旋即我一个箭步冲到呼延灼身旁，身体像是没有重量一般腾空而起，双刀劈向呼延灼的头部。这一连串动作宛如行云流水一般，将整个战局的形势逆转了过来。关胜坐骑受伤不敢再战，一瘸一拐地朝着己方阵营跑去。呼延灼架起双鞭硬抗我的双刀，不料我的变招非常快，手腕一拧，借刀划过一道弧线，直接架在了呼延灼的脖子上。而此时呼延灼的双鞭还架在头上，等着我的借刀落下。一个回合斩断了关胜坐骑的马蹄，使关胜不能再战，又用刀逼住了呼延灼，将其生擒。我这表现彻底的让在场所有人陷入了震惊。就在此时，弓弦响起，一支羽箭带着风声射向了我的咽喉。花荣他终于出手了，选择的时机也可以说是妙到毫巅。正是我逼退关胜，逼住呼延灼的当口，我如果躲避他的箭矢，呼延灼自然就能脱困；而如果不避开的话，他有自信，这一箭绝对能够将我射死。我一死，呼延灼的危机也就解了。嗖，一枚鹅卵石打着旋儿朝着我的面颊袭来。张青的飞石，飞石乃是张青用腕部力量所发，力量相较于弓箭有所不及，所以他将目标锁定在了我的面部。张青自信，在这个距离，他的飞石百发百中，我断然躲避不开。只要飞石将我击倒，董平的双枪瞬间就能刺死我。董平和张青相识多年，非常有默契。在张青飞石飞出的一刹那，董平也动了，他一纵马来到我身边，手中双枪再次朝着我刺来。此时林冲距离我还有约莫5-6丈的距离，鲁智深因为是步将跑得慢，距离更远，根本来不及救援。雕虫小技，安敢班门弄斧？我冷哼一声，天刀八式再次用出，手中借刀一挥，一道看不见的刀芒划过。一脸狰狞的董平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，一股锋锐的气息自下而上，从他的左臂下方撩过，他的左臂当即飞出，而我也在这时候动了。他的身法极为诡异，没有人看清他是怎么动作的，已经离开了原来所在位置3丈之远。花荣的神箭不偏不倚地射在了董平的断臂上，将董平的断臂射出去老远，而张青的飞石正好打在了董平的脸上，将他打得跌落马下。把这不忠不义之人的胳膊收好了，拿回去喂狗。我朝着己方阵营斥喝一声，当即就有喽啰冲出来，捡起董平的断臂带回己方阵营。这怎么可能？宋江、吴用等人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他们完全不敢相信我能够在短短这么一刹那的功夫破解五虎将中3人合围。不仅如此，还打伤1人，重创1人，这战力恐怕整个梁山都找不到第2个。卢员外，宋江艰难地转头看向身旁的卢俊义，都说你河北玉麒麟枪棒天下无双，你能够像我一样破开关胜将军3人的合围吗？卢俊义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是，他是号称枪棒天下无双不错，可是以他的武艺，要击败关胜1人都得费一番功夫，根本不可能像是我一般轻描淡写的战胜3人合围啊！这武松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恐怖了？战场中，呼延灼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他打了一辈子的仗，也没有遇到过这样恐怖的对手，这仗还怎么打？顾不得已经被疼得晕过去的董平，呼延灼一拍马，朝着己方阵营狂奔。这武松太可怕了，他可不想死在这里。呼延灼纵马惊慌回营，至于董平
平，不好意思跟他部署。呼延灼回应以后，片刻的功夫，关胜也一瘸一拐的回来了。他原本枣红色的脸庞，此时像是能够凝出血来一般。身为梁山马军五虎上将之首，被一个部将轻松击败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可是我的强悍让他心有余悸，那冷冰冰的像是能够洞穿人心的眼神，饶是久经沙场的关胜都觉得后背发凉。公明哥哥，请恕在下无能，未能擒拿武松，为公明哥哥出气。关胜朝着宋江抱了抱拳，语气中充满了愧疚。见状，呼延灼也翻身下马，朝着宋江拱了拱手。公明哥哥，末将呼延灼作战不利，还请公明哥哥责罚。花荣、张青见状，也都纷纷向宋江请罪。此次袭击二龙山，梁山可以说是派出了能够派出的最为精锐的将领了，不仅把仅存的3位马军五虎上将都派了出去，还动用了花荣和张青2大远程攻击手。可即使这样，也依然没能拿下二龙山，或者说他们连我一个人都没有拿下来。宋江本来有意想要责罚关胜等人，可转念一想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我摆明了是在跟他抢人。如果这个时候对关胜等人重罚的话，恐怕会让众人寒心，不利于日后的招安大计。无奈之下，宋江只能摆出一副和蔼的面容，尬笑着翻身下马，伸手搀扶关胜等人。几位兄弟说的哪里话，都是为了梁山，为了朝廷效力，各位兄弟也都尽力了。怪只怪这武松太过于凶横狡猾。说起来我也有错，想当初没有看清此人狼子野心，居然跟此人结拜，实在是宋江生平之奇耻大辱。如若要责罚众位将军的话，那宋某也理应一同受罚。马背上，吴用听着宋江这一番言论，暗暗点头，果然不愧是宋江，这手拉拢人心的本事当真是天下无双。这一番话说完，还怕关胜等人不孝死立吗？二龙山这边看到我一人一马连挫梁山3员大将，所有人都震撼不已。武松什么时候这么强悍了？面对3位五虎上将的围攻，居然能够轻描淡写的化解，还重伤了其中1位，这战力简直堪称恐怖。杨志坐在马上，看着远处的我，五味杂陈。他原本指望我是逞一时义气，等到在梁山大军面前受挫，自然会回心转意。可现在我战力如此强悍，压得梁山抬不起头来，还怎么能指望我回心转意？鲁智深和林冲一边为我惊人的战力高兴，一边有些惆怅。董平、关胜、呼延灼都是多年的兄弟，一起吃过肉、喝过酒、打过仗的。现如今我击败了关胜、呼延灼，更是重伤了董平。董平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用他的双枪了，眼看是废了。他们多少有些于心不忍，而且按照我的脾气，搞不好会直接将董平给砍了。就在此时，我已经提刀来到了董平身旁。董平此时悠悠醒转，看到我提刀而来，不禁又惊又惧。他知道我刀下从不留活口，今天这条命估计是交代在这里了。不料我提刀而来，一脚将董平踢飞出去，然后朝着宋江的方向大喊：“宋寨主，这个废人还你！”董平在空中飞舞了好几圈，重重落在地上，吐出一大口鲜血。他一生要强，什么时候被人称作废物过？我砍断了他一条胳膊，他的战力将大打折扣，还怎么封侯拜相？他吐出一大口鲜血，气得晕死过去。宿主强势击败梁山兵马，引发宋江、吴用、董平、张青等62人怨念，获得怨念值62点。听到系统提示音，我很是欣喜，这一下就有107点的怨念值了。回到二龙山以后，倒是可以研究一下，可以抽取什么奖励了。调转马头，我直奔二龙山阵营。我们走，回二龙山。二郎，你的刀法什么时候这么强了？洒家跟你切磋多少次，从没见过你用刚才那套刀法。要是用了的话，洒家这秃头是保不住了。鲁智深歪歪斜斜坐在马上，僧袍扯开一半，露出浓密的胸毛。对于我刚才展现出来的刀法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杨志和林冲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仿佛想听听我怎么解释。哥哥有所不知，我朝着鲁智深拱了拱手。二郎梦中受到神仙点化，传授了这套刀法，现今还没完全练熟呢。更何况哥哥为人刚正不阿，行侠仗义，是我崇拜之人。就算是练会了，也不可能以此刀法跟哥哥动手啊。这话我说的情真意切。前世我对于梁山众多头领都颇有微词，宋江伪善，一门心思只想招安，用兄弟们的血换乌纱帽；卢俊义、秦明等人迂腐，跟仇人把酒言欢，谈笑风生。林冲窝囊，面对高衙内欺侮自己妻子，连屁都不敢放，唯独对鲁智深当真是欣赏不已。原本好好的军官，为了替金翠莲出头，打死正途，被迫出家，然后为了救林冲大闹野猪林，得罪了高俅，这回连和尚都当不成了，只能被迫落草。可以说鲁智深是被这吃人的世道给逼上梁山的，哈哈哈哈！二郎，这话洒家听着舒坦，等回到二龙山，洒家一定敬你几大碗。鲁智深大笑着纵马狂奔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笑呵呵的答应，一抖马缰绳追上鲁智深。我们身后，张青、孙二娘等头领看向我的眼神，像是看神明一般。一人单挑3员五虎上将，实在是太强了。这条大道通向二龙山方向，50里左右没有阵点，一行人只能在荒郊野外驻扎下来。我和鲁智深、林冲、杨志等几个头领围坐在篝火旁，烤着刚刚打来的猎物，香味传出去老远。我让喽啰们将秦明带上来，因为今天我阵前没有斩杀董平，鲁智深等人倒不太担心我会斩了秦明。既然不是要斩，那大概率就是招降了。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我，想要看看我准备怎么招降秦明。其实我之所以没有斩杀董平，也有自己的考虑。董平是个人渣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这样的人渣，一刀将其斩杀，实在是太过于便宜他了。
所以我准备让董平也体验一把前世我被斩断一臂，沦为废人以后宋江那冷漠的态度。至于董平的狗头，先寄存在他脖子上，想要砍的话，随时可以办到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叛徒杂碎，背叛了梁山，你们不得好死！一阵叫骂声中，长相魁梧粗犷的秦明被几个喽啰推着押解到了我面前。武松，你这个叛徒，可恨我秦明本事不济，没有亲手砸碎你的脑袋，要杀便杀，就算是做鬼，我秦明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秦明倒是硬气，都沦为阶下囚了，兀自叫骂不绝。我站起身来，雪花冰铁双刀瞬间出鞘，所有人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唰，刀光闪过，秦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片刻之后，想象中的疼痛感并没有袭来，反倒是身上的绳子松开了。秦明怔怔地看着被齐刷刷切断的绳子，心中暗暗震惊。要用刀砍断绳子很容易，可是要砍断缠绕在他身上的绳子却不伤他分毫，这对于用刀的力度和精度有着极高的要求。而我刚才轻描淡写的就做到了这一点，着实让人赞叹。可惜这人脑子不好，居然背叛了梁山。他秦明作为梁山的人，必然要跟这厮势不两立。坐吧！我随意地朝着秦明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坐下，同时刀剑一挑，一只烤得滋滋冒油的野兔飞向了秦明。秦明反手接住野兔，也不顾那炽热的温度，放进嘴里大嚼起来。他猜测我是想招降他，他肯定是不能答应的。我恼羞成怒之下，会不会杀了他？既然要死，不如做个饱死鬼。秦明将军，你本是青州兵马都监，因为一家老小都被青州知府慕容燕杀了，走投无路之下才投靠的梁山，没错吧？我一边用一根木棍随意地挑着火苗，让火烧得更旺一些，一边问道：没错，慕容老贼仗着他妹妹是慕容贵妃，在青州地带横行无忌，不分青红皂白杀了我全家，我不得已才投靠的梁山。一提起被杀的家眷，秦明愤怒不已，直接承认了。好一个悲惨的故事！我点点头。秦明这段悲惨经历，前世我看书的时候也曾经看过，所以并不陌生。之所以提起这件事，也是为了引出下边的话题，所以也不墨迹，直接继续开口问道：秦明将军，假如你现在还是青州兵马都监，你麾下将军被俘虏以后，在青州地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你会怎么办？正在啃兔子肉的秦明不假思索，反叛，老子先杀了他全家，然后杀了他。话音落下，秦明的动作一致，瞬间呆住了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没有去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或者说是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。然而当我问起，他本能的反应居然也是杀了这个反叛者的全家，那他又如何去指责慕容燕呢？难不成就因为慕容燕杀的是他的家眷？半晌之后，秦明才红着脸继续辩驳：我那时候还没投靠梁山呢，慕容老贼没有调查清楚就杀了我全家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投靠梁山？我正了正色，那你考虑过没有？慕容燕为什么认定你反叛？是不是宋江和吴用为了逼你上山，派人假扮你的模样，穿上你的盔甲，在青州境内烧杀抢掠，引起了慕容燕的误会？如果慕容燕是主谋，那宋江、吴用也是帮凶。你秦将军勇武过人，忠义无双，怎么会自甘堕落，跟这种小人为伍？至于你想要招安，重新博取功名，我武松今天以性命担保，只要你投靠我二龙山，我保证你有生之年能够重新披上官服。听到这话，秦明彻底呆住了。是啊，杀他全家的人是慕容燕不假，可如果没有宋江、吴用的毒计，他一家几十口怎么至于满门抄斩？思索片刻，秦明终于软化了下来，朝着我倒头便拜：武松兄弟，多谢你提醒。秦明如梦方醒，认贼作父这么多年，今天终于想通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秦明愿意在你帐下效犬马之劳。我闻言也很高兴，他要做的事情很多，需要大量的人才，而梁山人马他最是知根知底，除了那些人品低劣不得不杀的人渣以外，还是要吸纳一部分恶行比较少的，壮大自己实力的。而秦明显然属于后者。来人上酒，欢迎秦明将军加入！我大喊一声，很快就有喽啰送来酒水。我和鲁智深、杨志、林冲和新加入的秦明把酒言欢，大快朵颐。另外一边，梁山营寨，宋江坐在帐篷里，不断的唉声叹气，在他身边，吴用、花荣等心腹围着他坐着，沉默不语。此次出征，梁山折损了秦明，董平也成了废人，加上之前被我拐走的林冲，五虎上将只剩下了呼延灼和关胜。半晌，宋江长叹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：军师，武松那厮刀法邪门至极，你能看出路数吗？吴用摇摇头，我今天施展的刀法可怕至极，仿佛带着澎湃的刀气，斩断董平胳膊的那一刀，他们都没有看到刀刃挥过，董平的胳膊就飞到了半空，简直是恐怖如斯。哥哥，这一次咱们折损了2员大将，可以说是元气大伤，我建议咱们还是先回到梁山坡，再做驱处。吴用捏着山羊胡子，语气中充满无奈。原本以为此次下山应该会摧枯拉朽，一举荡平武松等人，却想不到武松的实力如此恐怖，这让我怎么能甘心？宋江大怒，站起来拔出佩剑，一剑斩断了桌案的一角。就在这时，有探马来报，禀报寨主，探马探听到宿太尉一行人已经来到距离梁山50里处，料想明日即可抵达。听到这话，宋江也顾不得许多了，直接嘶声喊道：命令全军连夜启程回梁山迎接宿太尉。吴用也显得非常焦急，命令所有人马扔掉不必要的物资，立刻启程回山寨。就在宋江、吴用因为宿太尉到来而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，我一行人也已经回到了二龙山。几天的舟车劳顿让我等人也是有些困乏，终于回到这二龙山了。鲁智深扯开僧袍，露出宽厚的胸膛，以后再也没有人在洒家耳边捣鼓什么鸟招安了。杨志看着二龙山有些破败的房子，心中也是有些感伤。他原本想着到了梁山以后，跟着宋江、吴用等人招安，能够封妻印子，不堕祖宗的威名，可没想到兜兜转转又再次回到了这二龙山，当回了土匪。而且以武松的强势来看，这辈子恐怕也不会有招安的希望。我现在的实力强大到让杨志感到恐惧，他知道动起手来绝对不会是我的对手，二龙山其他人也不会同意招安的。林冲看着二龙山的一草一木，也是感慨万千。这是他第2次来到二龙山，第一次是呼延灼攻打二龙山的时候，跟
跟随宋江来给二龙山解围。可现在二龙山已经跟梁山彻底的闹掰了，以后再见面就得是在战场上了。各位哥哥，先回房间休息片刻，2个时辰以后聚义厅内碰头，有些事情需要商量。我说完直接转头走向了我之前居住的房间。杨志、林冲等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进入房间以后，我顾不得收拾已经乱成一团的房间，直接开始研究起系统来。系统出来，我在意念中呼唤系统，宿主有何吩咐？很快，系统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脑海。之前打退宋江的追兵，是不是送了3000大雪龙旗？还有系统积分怎么用？我迫不及待地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。我知道宋江和吴用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谓攘外必须安内，他们想要去招安的话，肯定要先解决二龙山，要不然宋江和吴用不会放心的。这一点从宋江临死也要拖上李逵垫背，生怕李逵坏了梁山的名声就能看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任何的一点力量都是极为重要的。何况3000的大雪龙旗啊，那可是雪中世界中最精锐的骑兵部队，拉到这个世界的话，恐怕能够抵得住3万甚至10万的骑兵。有这张王牌在手，我根本不用害怕宋江和吴用玩阴的。宿主系统积分可以用于在系统商城里购买物品，包括功法、武器、坐骑等等，还可以用于抽奖。10点积分可以进行1次抽奖，100积分可以进行1次10连抽，首次10连抽必出橙色品质的物品。至于大雪龙旗，宿主可以用意念将其放在想要放置的地方，不过不能距离宿主太远，距离大约是500米左右。听完系统的解释，我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二龙山虽然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但是这样的地形通常会带来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给养难以运送。一旦宋江、吴用派人断绝了二龙山的粮道，那恐怕用不了多久，二龙山军马就该哗变了。现在有了3000大雪龙旗，我完全可以在二龙山之外布置一支伏兵，真遇到围困，两边夹击。系统来1次10连抽，我记得前后2次，我一共赚了100多的积分。既然首次10连抽必出橙色物品，那不抽奖留着过年吗？随着我话音落下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圆盘，像极了我前世玩游戏的时候的抽奖界面。圆盘上隐约可见皇帝剑、苍天地剑、火神功、谢谢惠顾等字样。圆盘中央金色的指针不停转动，在我期待的眼神中，指针连续9次指向了谢谢惠顾。系统，你是鹅厂开发的吗？我有些愤怒的竖起一根中指，1次10连抽的机会，连续9次抽中谢谢惠顾，这系统该不会是个冒牌货吧？终于在我愤怒的眼神中，金色的指针最终在一片橙色区域停了下来。就在此时，系统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，恭喜宿主收获橙色物品，10万大军的全套装备已经放入系统空间，宿主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意念取出。听到系统提示音，我不由得大喜过望，10万人的给养，原本我还发愁一旦被围困怎么办，现在看起来根本不需要担心了。我将意念进入系统空间，只见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巨大仓库当中，满满当当的堆满了盔甲兵器，甚至还有战马和海量的粮草。这下安全了，我长长的出了口气，退出了系统空间，推开房门，朝着聚义厅的方向走去。聚义厅，这里是二龙山议事的地方。我鲁智深等人离开后多年没有回来，这里已经破败，施恩带着几个喽啰收拾了很长时间，才勉强收拾出个模样来。此时二龙山的几个头领鲁智深、杨志、林冲等人正围坐在桌子旁边，等着我到来。你们说二郎是想干什么？洒家跟他相交多年，他一直不是个爱说话的性子，这次这是怎么了？鲁智深抱着一个酒坛子，大口大口的喝了几口，随即抓起桌上放着的一只羊腿，用牙齿撕下来一大块，大嚼起来，含糊不清的说道：“谁知道呢？我就觉得他最近有些奇怪，不仅仅跟宋江哥哥翻脸，还砍断了董平的胳膊，毕竟是曾经的兄弟，下手也有点狠了。”杨志有些不悦，吐槽我下手太重。你第一天认识二郎，洒家倒是觉得二郎这次算是手下留情了，之前二郎只要出手，就从来没有留下过活口。再说了，那董平的双枪都快戳到二郎身上了，不还手，难不成等着被他戳死？鲁智深不满地看了杨志一眼，道：“算了，等武松兄弟来了，自然什么都知道了。”林冲站起来，充当和事佬。他刚刚加入二龙山，虽然跟鲁智深关系比较密切，但是也不愿意太过于招摇。就在此时，我雄壮的身影掀开门帘走了进来。二郎兄弟、武松兄弟，聚义厅内，鲁智深、杨志等人纷纷站起来给我施礼。我这段时间的表现，实在是让他们大为震撼。以不僵的身份，硬刚梁山马军5虎将之中的3个，打伤一个，打跑一个，打残一个，这份战力，即使我现在提出，想当这二龙山的主人，鲁智深也不会有二话，肯定直接就退位让贤了。然而我却并不打算这么做。一来，在我上二龙山之前，鲁智深已经是二龙山的债主，对我一直也非常照顾；二来，现在刚刚展露了身手，就逼迫鲁智深退位，有些操之过急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等过段时间，鲁智深自己提出退位让贤，我再推辞2波。这一手还是从宋江那里学来的，好用的很啊！各位哥哥，我跟几人一一见礼，然后在第3把交椅上坐了下来，环顾四周，见其他人都在等我开口，我直接说道：“之前事发突然，也没有时间跟诸位细说。招安一事，实属是给朝廷当打手，各位须知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只要招安，朝廷必然让咱们去攻打其他的义军。所谓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”我话音未落，鲁智深就有些急了，摆了摆手：“二郎兄弟，别说那些文绉绉的话，洒家听不懂，你就说怎么干就完了。你是二龙山的当家，洒家和几位兄弟肯定支持你。”见鲁智深如此爽朗，我也不废话，直接说道：“我的意思是造反。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当场。半晌，鲁智深才哈哈大笑着问：“二郎兄弟，你该不会是喝多了吧？造反？那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？笑聚山林，劫富济贫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难道不是在造反吗？”闻言我摇头：“哥哥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咱们现在打家劫舍，劫富济贫，顶多算是落草，而我的意思是积蓄力量，推翻大宋朝廷的统治，那才叫造反。”我话音刚落，秦明当即拍
胎而起。姓武的，你答应过我，有生之年让我重新披上官袍的。我大笑，推翻宋朝统治，建立新的政权以后，秦将军想要什么官职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。二郎兄弟，你的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惊人了。要知道，大宋朝廷可是有上百万兵马，战将无数，咱们二龙山兵少将缺的，怎么是大宋朝廷的对手？还有咱们在这儿当山大王，不好吗？非折腾着造反干什么？我摇了摇头，眼神中透出浓浓的惋惜。想我兄长武直，老实本分，只想着卖炊饼养家糊口，却因为妻子长得太过于标致，被那西门庆害了性命。我武松穷尽心力破了案子，县官却不肯将凶手缉拿，是为了什么？不过是他有钱有势罢了。说罢，眼光逐个扫过在场众人。那金翠莲妇女只想着卖唱谋生，安葬母亲和妻子，却被正途欺骗，欠下巨债，被占了身子不说，还得卖唱还债。哥哥不过打死个这样的杂碎，却落得个削发为僧的下场。林教头原本生活美满，妻子贤惠，却因为妻子被高俅狗贼的义子盯上，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秦明将军原本是青州的兵马都监，因为武艺高强，被梁山坑害落草也就罢了。那慕容老贼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将秦将军一家老小全都杀了。杨志使出身名门，一身的本事却不得重用，丢了个花石纲，被迫流落江湖。花石纲是什么？皇帝老儿的玩物罢了。为了一己之私，坑害国家栋梁，这样的朝廷不推翻他还留着干什么？如果咱们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朝廷，请一位爱民如子的贤明之士掌管这个国家，我兄长武直金翠莲妇女林娘子的悲剧还会重演吗？我这一席话，成功的激起了在座所有人的怒火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也有自己的悲凉。现如今这些伤疤被我撕开，血淋淋的让人不忍直视。鲁智深第一个拍了桌子，洒家以前知道这世间恶人太多，杀都杀不完。今天听二郎一席话，洒家才明白是这世道出了问题，不推翻这个世道，好人始终受欺负。洒家以前就觉得这朝廷昏庸，奸臣当道，福保他们干什么？所以一直不同意招安。现在想想还真是没错。林冲一双环眼早已经噙满了泪水。二郎兄弟，你说的一点没错。如果世道清平，又岂会有恶少欺男霸女？我那娘子。说到这里，林冲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凉，放声大哭起来，哭声之悲痛让在场所有人都有些动容。师兄，鲁智深拍打着林冲的后背，示意他冷静一下。武松兄弟，以前我一直觉得是我杨志命数不好，总走背字，可现在想想，朝廷奸臣当道，要么跟他们同流合污，要么就受排挤。我也算是想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杨志就跟你干了。杨志站起身来，抽出那口斩杀了牛二的家传宝刀，一刀将桌子劈下来一个角。如果有一心，我杨志当如此案。秦明也不断点头，他终于想明白了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这个世道的问题。不推翻这该死是世道，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二郎兄弟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你说说吧，我们都听你的。鲁智深安抚好了林冲，咬牙切齿地看向我，等着我发号施令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梁山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看向门外，二龙山易守难攻，我怀疑他们会围山，断咱们的粮道。桃花山距离二龙山不远，如果在桃花山埋伏一支军马，内外夹击，二龙山之围可解。所以我想劳烦林教头和秦明将军带1000兵马驻扎在桃花山，见到信炮响起，立即挥军来援。不知林教头意下如何？林冲和秦明听完，站起身来，朝着我拱了拱手。林冲、秦明领命。随即林冲像是想起来什么一般，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武松兄弟，区1000人马真的够用吗？”梁山下10里亭，这里是进出梁山的重要通道。宋江、吴用带着山寨全部头领，在此处等待宿太尉等人到来。宋江身穿红色绣着云纹的袍子，头戴儒生帽，不断搓手，显得非常焦急紧张。远远的一队人马朝着梁山的方向缓缓而来，素字大旗迎风飘扬。看到这面大旗，宋江顿时激动起来，扯着嗓子朝着身后头领们命令道：“各位兄弟，立即跪倒迎接宿太尉！”说罢，宋江第一个扑倒在地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，屁股撅起来老高，主打一个恭敬谦卑。在他身后，吴用和其他众头领也都纷纷跪倒，等待宿太尉等人到来。约莫过了1炷香时间，宿太尉的队伍才缓缓地来到了宋江等人的身前。骑在马上的李虞侯眼神鄙夷地看着宋江等人，用手中的马鞭指了指宋江。尔等朝廷侵犯，面对钦差只出营10里，未免太过于拖大了。本虞侯早就说过，山贼草寇不值得教化，不如发天兵剿灭了省事儿。李虞侯是蔡京和高俅的人，蔡京和高俅之所以千方百计地将他塞进招安队伍，也是为了让他想办法将招安的事情搅黄。这是李虞侯第2次来到梁山，第1次的时候，宋江让几个头领在山下等待，自己则是在山上等着宿太尉上山，却不成想被李虞侯抓住把柄，斥责宋江拖大，不服天威教化。宋江本以为这次出营10里，李虞侯应该挑不出毛病了，却不成想被嫌弃出营距离太短。宋江将头埋得更低，不敢抬头，嘶哑的嗓音有些发颤。罪臣宋江愧对天恩，日后再次面见天使，定当出梁山坡30里外迎接天使大驾。宋江身后，阮氏三雄等人看着宋江这副没骨气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看不出来对方是故意找茬吗？非要热脸贴冷屁股。李虞侯住口！就在这时，宿太尉骑马而来，制止了李虞侯。他也知道李虞侯的主要职责是将招安的事情搅黄，他作为大宋臣子，也知道当今朝廷内忧外患，实在是没有多余兵力剿灭梁山这样的反贼，所以只能采取招安这条路了。而且当今天下反贼数量不知凡几，个个护恶不圈，真心实意接受招安的，恐怕只有这梁山了。他们也不是没试过，招安方腊可是派过去的使者，当天就被方腊切成碎块丢了出来。从那以后，朝廷也算是断绝了招安方腊的心思。现在宋江主动要求招安，态度恭顺，刚好可以利用梁山的兵力去攻打方腊。有道是两虎相争，
争，必有一伤。等梁山和方腊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朝廷再出来收拾残局，岂不美哉？想到这里，肃太尉翻身下马，双手将宋江搀扶起来。宋头领，严重了！李虞侯这人心直口快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带我们去山寨详谈吧。被肃太尉搀扶起身，宋江受宠若惊，赶忙再次跪伏在地，连连磕头。罪臣宋江蒙肃太尉搀扶，自惭形秽，此生愿肝脑涂地，以报圣上天恩。肃太尉的提携，李虞侯说的也没有错，是罪臣考虑不周，怠慢了天使，还请天使恕罪。说着缓缓站起身来，双手拱手朝着李虞侯施了一礼。李虞侯冷脸看着宋江那近乎谄媚的笑容，冷哼一声，不再搭理宋江，纵马先走了。这厮真是托大，俺家哥哥跟他好生说话，他却拿出这副鸟样来，要俺说一板斧将他劈作两半，用来下酒正好。见李虞侯怠慢宋江，李逵愤愤不平地看向李虞侯离开的方向，摸了摸腰间的板斧，在李逵的心中也是不赞同招安的，可奈何他是做神明的宋江要招安，有什么不满？他顶多发发牢骚。铁牛住嘴！吴用瞪了李逵一眼，自从我那群叛徒离开梁山以后，你没发现已经没有人反对招安了吗？再胡言乱语，宋江哥哥又要斩你的头了。李逵听后缩了缩脑袋，不再言语。宋江翻身爬上赵夜玉狮子马，马头始终落后肃太尉半个身位。肃太尉，我等兄弟一片拳拳之心，天地可见日月昭昭，还望肃太尉回京之后替我等美言几句，欲成招安美事。宋江及梁山诸位弟兄定然不会辜负太尉的栽培。宋江满脸堆笑，双手抱拳，不断朝着肃太尉鞠躬作揖。肃太尉看着宋江，眼神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鄙夷。他想不明白，作为大宋朝数一数二的反贼势力，梁山泊怎么选中了宋江这么个软骨头做寨主？这不是眼睁睁的看着山寨败落吗？不过想来也是，如果还是晁盖那个硬骨头做寨主的话，也不会同意招安的事情。既然能够兵不血刃的解决宋江和方腊之中的至少一个，就先暂且忍一忍吧。肃太尉决定敲打一下宋江，让他更加乖巧一些。宋头领，上一次你等梁山泊众人殴打钦差，圣上听后龙颜大怒，直言梁山泊众人抗拒招安，罪在不赦。原本要差童书密提大军而来剿灭梁山，还是老夫直言力谏，言明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才让圣上暂息雷霆之怒，同意老夫再上梁山，给尔等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还望尔等好生珍惜，不要辜负了圣上的美意啊！肃太尉话音未落，还在马上的宋江突然翻滚下马，匍匐跪地，扯着鸭嗓高声喊道：罪臣宋江定当肝脑涂地，以报圣上天恩，我梁山众弟兄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为朝廷扫灭一切障碍。听到宋江如此表态，看着宋江那独特的跪拜姿势，肃太尉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。人啊，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居然还这么天真。要是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的话，那让那些每日参禅念佛的人怎么想？如果招安就能平步青云，让那些好手穷经的夫子又该如何自处呢？梁山忠义堂，此时的忠义堂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宋江为了迎接肃太尉，抽调了大量人手，对忠义堂进行布置，绸缎缠柱，红毯铺地，显得极为隆重。肃太尉和几个随从坐下以后，宋江示意一旁的弟弟铁扇子宋清可以上菜了。宋清没什么本事，行军打仗不行，舞文弄墨也不行，但是仗着宋江弟弟的身份，愣是在梁山混到了一把交椅，主要负责的就是宴会招待。见宋江发话，宋清一拍手，立即就有喽啰端着一盘又一盘的美味佳肴走进忠义堂。肃太尉请，各位天使请。宋江站起身来，先给肃太尉和几个随从斟满酒，又给自己倒上，然后撅起屁股，躬身向肃太尉等人敬酒。包括肃太尉在内的几人随意的跟宋江碰了下杯子，将杯中酒喝了，然后宾主落座。肃太尉，我梁山弟兄早已经准备好为朝廷效力，上次的事情实在是宋江思虑不周，冲撞了天使。宋江已经对麾下弟兄严加管教，保证不会有此类事件发生了。宋江喋喋不休的给肃太尉表忠心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肃太尉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了下方的桌子上。半晌之后，肃太尉有些不确定的转头看向宋江，宋头领，我怎么感觉你这忠义堂内的头领数量有些不对劲啊？上次来的时候有个凶恶的头陀，还有个胖大和尚，一个脸上有胎记的壮汉，怎么都不在这里？宋头领，不要怪老夫多嘴，既然已经决定归顺朝廷，那拦路捡禁的事情可就不要干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让有心之人在圣上面前胡乱的说上那么几句，影响了梁山在圣上心中的形象，可就不值得了。一番话威胁之意尽显，说起来也算是宋江倒霉。如果其他头领少上那么几个，肃太尉一时之间还真不一定就能发现。可鲁智深和我的装束太过于特别，杨志天生一块巴掌大的胎记，这些特征都太过于明显了，想记不住都难。宋江闻言和吴用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恐慌的情绪。该怎么跟肃太尉说？有几个弟兄不想招安，私自下山去了，我等去追捕，不仅没抓回来，还折损了几个弟兄。二人毫不怀疑，这么一说的话，真就应了李逵的那句话了：招安招安，招甚鸟安，连几个叛徒都抓不回来，朝廷要你等何用？片刻之后，还是吴用先反应过来，他站起身来，朝着肃太尉等人拱了拱手，禀告肃太尉：各位天使，我家宋江哥哥决心招安之后，为朝廷尽忠，剿灭天下贼寇。为了做到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特意派遣那几位兄弟去勘察敌情，为梁山大部队打前站去了。各位天使也知道，头陀和尚都是方外之人，注意的人少，比较容易下手。肃太尉听后心说：唬谁呢？就那几个货，个个凶神恶煞，不像好人，还去勘察敌情，恐怕连城门都进不去，就被人抓了吧。不过他也不拆穿，笑着喝了杯酒。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宋头领对朝廷一片忠心，只要这些人不是去做败坏梁山名声的事，老夫也就不多问了。宋江、吴用对视一眼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眼下这一关算是过去了。等把肃太尉他们糊弄走了，该想办法解决一下二龙山的事情了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宋江和吴用频频向肃太尉劝酒，
宋江还不断地向肃太尉表忠心，言明只要宋徽宗同意招安，就算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国效力。肃太尉听着很高兴，不断夸奖宋江。宋江也喝了不少，兴头上来了，还把乐呵喊了上来，让他演唱一下自己亲手谱写的小曲《招安多美好》。肃太尉听着连连夸赞，宋江美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了。这顿酒一直从中午喝到了晚上，肃太尉和几个随从都喝多了。宋江让人将肃太尉等人送到早已经收拾好的上房里去，然后让吴用跟他去他的房间里一趟。宋江房内，宋江喝下一碗醒酒汤，酒意淡了7、8分。他看向吴用，语气焦急：“军师，你今天跟肃太尉说，派我和鲁智深等人去探听敌情，一旦事情败露，又当如何是好？”吴用轻轻摇动羽毛扇，神情自若。他喜欢这种感觉，就像是戏台上的诸葛亮一般。哥哥莫慌。吴用用羽毛扇轻轻敲打宋江的胳膊，小可推算，我那几个叛徒应该已经到了二龙山。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最近武艺大进，难以制服，但是二龙山毕竟山小，他们又是新去，存粮肯定不多。只要咱们派大军把守住二龙山各个交通要道，饿也饿死他们了。宋江听后连连点头，军师此计甚妙，甚妙。原本兄弟一场，人各有志，宋江也不愿意勉强他们，更不愿意对他们下杀手。但是梁山招安在即，这些人盘踞在二龙山，将来难免干一些拦路捡进、杀人放火之事，败坏了我梁山的名声，影响了梁山招安大计。就算是将他们千刀万剐，也是抵偿不了的。爱怪只怪他们选错了路吧。慨叹之后，宋江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，接着问道：“军师，这我最近武艺大进，生猛异常。宋江恐怕山上的兄弟们恐惧，不敢跟他对敌啊。”吴用听后笑而不语，拿起一根挑杆，轻轻地挑动了一下已经有些暗淡的灯芯，随后才转头看向宋江：“哥哥火不旺，挑一挑就旺了，不是吗？现如今我梁山坡上不正住着这么一位最合适不过的挑杆吗？只要他一死，还愁兄弟们不对二龙山同仇敌忾，奋勇杀敌吗？”说着，吴用伸手虚空一指，宋江闻言，顺着吴用指的方向看去，瞬间便意识到了吴用的用意。军师，你是说董平？吴用不着痕迹的点了点头。自从上次追击二龙山军团，董平被我砍断了一条胳膊以后，就失去了利用价值。董平用的本来就是双枪，枪法路数跟单枪完全不一样，战力绝对不是打个对折那么简单。所以回到梁山坡以后，董平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。而宋江和吴用对于这样的人，显然是不会花太多心思的。自从回来以后，两人还没有去看过董平。现在肃太尉步步紧逼，让梁山坡搞定内部问题，才肯帮忙筹划招安的事情。宋江、吴用知道必须尽快解决掉二龙山这个隐患了。而现在整个梁山坡被我上一次那惊艳的一刀吓破了胆子，几乎没有人愿意跟我硬碰硬。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抓手了。军师即将安出。宋江靠在椅子上，眼睛微微眯起，语气冰冷，像是看待一个死人一般，做成自杀的模样，留下遗书，就说董平受不了断臂的刺激，寻了短剑。吴用轻轻晃动着羽毛扇，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模样，圣手书生，萧让。军师此计实在是高。宋江惊呼一声，连连拍手叫好。圣手书生萧让，梁山坡第46把交椅，擅长模仿当时苏黄米蔡4种字体，也会点枪棒。宋江在江州被黄文炳陷害的时候，萧让被戴宗骗到梁山，模仿蔡京的笔记给蔡德章回信。而此次宋江、吴用二人的计划中，董平的遗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让萧让干这件事可以说是人尽其才。来人，请圣手书生萧让前来一叙。宋江刚刚喊出这句话，吴用赶忙摇头制止。几个喽啰兵敲门进来，朝着宋江拱手：“寨主，是要请萧头领前来吗？”宋江不知道吴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打了个哈哈：“算了，先不用了。这个时间萧让兄弟说不定睡了，等喽啰兵走了。”宋江看向吴用：“军师为何摇头？”吴用摇晃着羽毛扇，摇头晃脑：“这件事一旦暴露你我二人，必然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所以必须慎之又慎。以我之见，让铁牛兄弟跑一趟，将萧让带过来，这样此事万无一失。另外要将董平杀死，做成自杀之状，也离不开铁牛兄弟的神力。”宋江听后连连点头，夸赞吴用主意高明。随后喊来2个喽啰兵，让他们去喊李逵前来。在等待李逵的功夫，吴用找来蒙汗药，宋江拿来一坛子好酒，将蒙汗药放进酒坛子搅和匀了，放在一旁，准备将这坛子酒送给董平。等董平被麻翻了以后，再让李逵勒死董平，做成自杀的样子。片刻之后，李逵走了进来，一进来他就看到了桌面上的酒，抱起坛子就要喝。铁牛不可！宋江赶忙制止，要是这酒让李逵喝了，乐子可就大了。哥哥何必如此小气？不过一坛子酒罢了。李逵嘟囔着，但是还是放下了酒坛子。铁牛兄弟，你一向忠心，所以哥哥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办。吴用拍着李逵的肩膀，在他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。听完以后，李逵不可置信地看着宋江和吴用：“你们真要对自家兄弟下手？那董平什么自家兄弟？他现在不过是个废物罢了，能够提振梁山坡的士气，也算是他最后的价值了。”宋江摆了摆手，显得很是不耐。另外，攻打二龙山，除掉武松也算是为他报仇了。他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李逵听后，虽然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，但是他是宋江最忠实的狗，宋江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从来没有二话。当即别着2把板斧出门，很快就将圣手书生萧让带了过来。萧让到了以后，听宋江和吴用说要模仿董平的笔记，写封遗书，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董平刚刚重伤，寨主就要对他动手了，这还是平日里仁义的宋寨主吗？刚想反对，一把锋利的板斧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直娘贼，哥哥让你写你就写，不好好写的话，俺铁牛一斧子劈了你。萧让无奈，只能挥毫泼墨，模仿着董平的笔记，写下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遗书。遗书中，萧让将董平内心的悲愤写得活灵活现。吴用看后连连点头，两人抱着酒坛子朝着董平的住处走去。李逵则是押解萧让回住处，然后去董平那边跟他们会合。董平住所，董平瘫坐在一张铺着厚厚动物毛皮的椅子上，大
大口大口的灌着酒。从他受伤以后，寨主军师就没来看过他，倒是张青来过好几次，还劝说他振作。可是他一个双枪将，失去了右手，双枪枪法根本施展不开，处处是漏洞。他也曾经跟张青对练过，他看得出来张青已经很让着他了，可还是很快败下阵来。要知道，梁山五虎将八标旗当中，张青的马上功夫算是垫底的，他的杀手锏是他神出鬼没的飞石，连张青都打不过，他董平以后还怎么担任梁山的五虎将？又怎么找我报仇？他甚至想过自绝于世，激起梁山众将的怜悯之心，让宋江和吴用带人踏平二龙山，为他报仇雪恨。只要能够让我死，他董平这条烂命死不足惜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有些沙哑却很亲切的呼唤声打断了董平的思索。董平兄弟在屋里吗？董平立刻听出这是宋江的声音，是宋江哥哥。董平激动的起身想去开门，但是因为喝的实在太多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董平挣扎起身来到门边，打开房门。房门之外，宋江、吴用一脸笑意，亲切的看着董平，让董平心中涌上一股暖流。宋江哥哥，军师哥哥，外边风大，里边请。董平用仅剩的左臂招呼二人进屋坐下。董平兄弟，我跟军师一直想来看你来着，但是寨子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才腾出手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宋江假惺惺的笑着，伸手拍打董平的肩膀，就像是对待交心的兄弟一般。承蒙哥哥挂念，小弟正好想去找哥哥说点重要的事情，想不到哥哥却先来了。董平本来想给宋江施礼，却因为少了右臂，显得不伦不类。宋江见董平这个模样，眉头不着痕迹的皱了皱，嫌弃之意一闪即逝。董平兄弟，我跟军师给你带了坛酒，咱们边喝边聊。宋江说着，拉着董平的手，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。吴用很有眼力见的，也在董平另外一边坐下了，伸手拍开了酒坛上的泥封，略显浑浊的酒浆从坛子里流出，很快就倒满了3碗。董平看着宋江和吴用，百感交集，终究是他当了小人了。公明哥哥和军师哥哥根本没有忘记他好不好？董平端起酒碗，热泪盈眶，将酒碗举过头顶。二位哥哥还能来看看我这个废人，这份情谊我董平铭记在心。来，咱们3人干了这碗，稍后我有重要的事情跟2位哥哥商量。说完，董平端起酒碗，一饮而尽，浑浊的酒浆顺着他的嘴角滑落。公明哥哥，军师哥哥，董平眼里宋江和吴用的身影开始摇晃，显得极不真实。原本想说的话也被卡在嗓子里，说不出来。砰！董平的头重重地磕在了桌面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。宋江和吴用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庆幸。没想到这事儿这么容易就成了，原本以为得费一番功夫的。宋江轻轻地拍了拍手掌，身穿一身短衫，裸露胸膛，板斧别在腰间的李逵走了进来，看到趴在桌上的董平，李逵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。2位哥哥稍等，俺铁牛马上就料理了这厮。说着，李逵从腰间摸出一条拇指粗细的麻绳，利索地打了个绳结，套在了董平的脖子上，用力一勒。昏迷中的董平发出一声闷哼，很快就没了气息。李逵站上椅子，将麻绳的另外一头甩到房梁上，拉过来以后跟绳结系在一起，做成上吊自杀的样子，然后拍拍手，跳下椅子。公明哥哥，军师哥哥，办妥了，咱们走吧。吴用摇摇头，挥舞着羽毛扇，指了指李逵刚才站着的椅子。李逵会意，将椅子推翻，3人这才满意的离开了董平的屋子，消失在了夜色中。二龙山教军场，教军场经过翻修，扩大了好几倍，地面被我下令用石板夯实以后，非常坚固。此时虽是深夜，但教军场依旧灯火通明。我和鲁智深、杨志还有其他几个头领站在点将台上，看着下方正在训练的士兵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招募，二龙山的兵马已经来到了5000人左右，其中不少都是附近村子的丁壮，力气是有点的，武艺是不会的，打仗是不懂的，所以我力排众议，对这些士兵进行特训。而训练的方式也让二龙山众人大跌眼镜。首先是步兵，我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，让步兵3人一组，练习合击之术，一人举盾在前防御，一人手持长枪从盾牌空隙突刺袭杀，一人手持坡刀从旁策应，配合起来居然效果出奇的好，轻松击败了3个手拿坡刀的士兵。其次是工兵，我让工兵站成3排，第1排士兵射箭的时候，其余2排在后等待，等第1排射击完成之后，立即蹲下，给第2排弓箭手让出视野，以此类推。这样一来，就解决了弓箭手火力间断的问题，可以说是神来之笔。短短几日的功夫，整个二龙山的战力再次上升了一个台阶，也让鲁智深、杨志这些军官出身的头领狠狠地惊诧了一阵子。各位哥哥，今天找大家来，是想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。我手指轻轻敲打着点将台旁的旗杆，语气凝重。咱们跟梁山已经结下了死仇，他们必定想将我们除之而后快。算算日子，估计也快了。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轮流值夜，以防梁山偷袭。闻言，鲁智深、杨志等人心头一凛。是啊，回到二龙山以后，他们确实是太过于安逸了，都忘了潜藏的危机。二郎，你放心，洒家从今日起睡觉都睁一只眼。要是梁山那群撮鸟真敢来，洒家的禅杖也不是吃素的。鲁智深赤裸上身，露出满身的花袖，慷慨激昂。从上次追杀我等，我与梁山早已经恩断义绝，再来的话，就该试试我手中的刀是否锋利了。杨志眼神中杀机一闪而逝。上一次宋江的追杀，让他对宋江彻底没有了任何的念想，再见面就是血仇。我见2人表态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宣布训练结束，让士兵们回去休息。第2天清晨，梁山忠义堂，一众头领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不知道为什么宋江这么早将他们叫醒，来忠义堂开会。宋江坐在主位上，眼神轻飘飘的扫过众人。上次缉拿我鲁智深等梁山叛徒，秦明将军被俘，生死不明。董平兄弟被武松砍断了胳膊，心情一定很差。宋江惭愧啊，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山寨事务，也没有抽出时间去看看董平兄弟，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。各位兄弟，可有人愿意陪我去看看董平兄弟？宋江话音刚落，下方一人走出，双手抱拳。梅雨见张青愿往。张青本是东昌府的兵马都监，而董
平是东平府的兵马都监，两人早就相识，又几乎是同一时期来的梁山。私下里两人也经常一起探讨将来招安之后如何一刀一枪拼出功名，青史留名。董平被我砍断胳膊以后，张青也多次去探望董平，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好。对于宋江一直迟迟没来看望董平，张青多少也有些不满。现在宋江主动提出要去探望董平，张青当然高兴。随着张青主动站出来，其余众头领也都纷纷表示愿意前往。见人数差不多了，宋江很是满意，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董平的住处，却惊讶的发现门没锁。推开简陋的房门，宋江突然大叫一声，跌坐在地，泣不成声。众人顺着宋江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董平的尸体挂在房梁上，显然早已经气绝身亡。吴用绕过宋江，走到董平尸体旁边，拿起桌上的信封，展开以后装模作样阅读起来，然后将信交给宋江。宋江看后将信举过头顶，是武松害死了董平兄弟。董平兄弟受不了断臂的落差，选择自尽了。听到这话，梁山坡众人顿时义愤填膺，不住口的怒骂我：哥哥，请发兵攻打二龙山，为董平报仇。张青双眼含泪，抱拳看向宋江，语气恳切：报仇报仇，为董平兄弟报仇。董平住处门口，一众梁山头领义愤填膺，纷纷振臂高呼。宋江和吴用对视一眼，脸上喜色一闪而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本集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。我呢是这个频道的创作者，说实话，制作这期视频呢花了我不少心血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。如果这一集影片有让你看到忘记时间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订阅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另外，因版权的关系，未删减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里了，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开下方留言区，我们在完整版见，拜拜。